Hello， 大家好，搿搭是苏小厨，我是 Tina。听说你已经吃遍了整条街的黄焖鸡米饭了，我也吃过呀。但今天我要来做个新鲜的，我教你简单加几样，让这个升级版的黄焖鸡绝对鲜上加鲜，超诱人的。这么方便，谁还要出去吃啊？来，现在我们一起猜猜看我会加什么，或者告诉我你们会加什么呀？评论区和弹幕打给我看看哦。今天视频看到最后的朋友还有重磅福利哦。那我们现在开始吧。我饿啦，开饭啦！第一步，准备配料。黄焖鸡的主要风味来源是干香菇，我今天买的比较小朵，就多抓几个，先用水冲洗一下灰尘和杂质，然后我们加水泡开，多放点没关系，等下做菜需要用到这些香菇水的。如果比较着急呢，就用热水来泡。葱姜蒜是基本的配料，洗净切好。我用到了大葱和小葱。大葱的葱白比较适合炝锅，小葱主要负责辅助和点缀，作用呢大同小异的，你挑手边有的材料就行。蒜头不用切，我们使大力给它拍碎了。虽然人家是叫黄焖鸡，但是我觉得好像叫它红绿灯更合适一点。要不然怎么还得准备青红椒呢？开个玩笑，青椒其实不只用来增色，它爆炒后的香味也是非常适合和肉类搭配的。今天我准备了一些青椒，还有一些小米辣。把青椒切开，你就可以轻松地把里面的籽给去除。切好以后，我一般都会再过一遍水，那这样就可以轻松地把青椒籽给去除。你看，这样就会干干净净的啦。今天因为苏小朋友的关系呢，菜不能做得太辣，就放了一点点小米椒点缀一下。我们还是用过水的方法，可以去除辣椒籽，减少辣味。但是，这是鸡肉。还是被它吃出了辣味。第二步，处理配菜。有粉丝问我用的什么刀，这是我最爱的国货张小泉。切鸡我通常喜欢先斩成大块，沿着关节处把鸡翅分开，再从鸡身中间分成两半。找准位置的时候不需要用力剁，非常轻松的就能切开。我妈总是教我要摸准骨骼再下刀，大概这也是医生的职业病吧，想想都有点可怕。现在我们来用一点盐和白胡椒，给鸡块充分的揉匀。在肉比较多的地方多按摩几下，便于入味。腌制大概15分钟以上。土豆是万能的配菜，我今天只用了一个，后来发现鸡肉还没吃上几口，土豆就被某个小朋友吃光了。香菇泡发的差不多了，等会儿要过油，先攥干水分，香菇水留下。当当当，现在来划重点敲黑板了啊！今天的高配版就是加了蛤蜊。俗话说得好，蛤蜊配鸡无与伦比，连米饭都说：“哎呀呀，我好像不够啦，我先干为敬吧。”第三步，开火炒菜。我们先来炒糖色儿，油不要多，油多了不利于糖焦化产生漂亮的颜色。开中火，火大了也不利于控制颜色。等到冰糖变成焦褐色的时候，滑入鸡肉。我们慢慢的等鸡肉一面上色以后，逐个开始翻个面。
哇，这颜色也太诱人了吧！最喜欢这种滋滋冒油的肉香味啦。两面都上色以后，就可以把它盛出来了。接下来炝锅，开大火，爆香葱、姜、蒜和香菇。这个时候已经香气飘飘，连隔壁的小孩都要来敲碗啦。土豆和鸡肉一起下锅滑炒，趁热的时候呛入料酒，或者也可以豪爽的直接下一罐啤酒，增加麦香味。今天放了一些玫瑰米酒，增加风味。最后加入泡发用的香菇水、酱油和蚝油，再放2片月桂叶，然后就等它咕嘟咕嘟蒸发掉一点酒精。这个时候再用香菇水或者热水调整一下水量，然后加盖炖煮10分钟。现在呢，鸡肉已经差不多8分熟，汁水收干到一半的时候，均匀地放入涂过沙的蛤蜊、青椒和鲍鱼。蛤蜊进入滚烫的汤汁，方便快速的烫熟。保持大火大概1分钟以后，等蛤蜊全部开口，把汤汁收浓，做最后的调味，就大功告成啦。你看，炒过焦糖上色的鸡肉看起来特别漂亮，有没有已经馋哭了的小孩呀？打个1给我看看嘞。OK， 这道超级好吃又无敌简单的豪华版黄焖鸡就这样做好啦，是不是该给我点个赞了呀？我觉得更好吃呢。来给你们看看这个蛤蜊的汁水，真的是超级诱人，超级 juicy。再来吃一块鸡肉，也是非常鲜嫩，非常入味啦。记得今天晚上多煮点饭哦。好啦，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啦。欢迎你点赞或者订阅我的频道，记得留言告诉我你喜欢吃什么吧。最后，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苏小厨本尊的吃播福利啦。苏小厨下期再见喽，再会。这个土豆有没有锅锅鸡的香味啊？你最喜欢吃这个土豆，还是喜欢吃锅锅鸡？还是土豆？那你看一下里面还有什么，除了土豆和锅锅鸡？这是什么？贝壳。它叫蛤蜊。蛤蜊。对。上面有筋的肉，还有骨头吗？对，你试一下好吗？应该有吧。好筋啊，这牛肉。这是鸡肉。爸。